第29章，拜访。来吧，乔，时间到了。什么？你不会告诉我，你忘了今天答应陪我去进行6场拜访了吧？我一生中犯过很多错误，也做过很多疯狂的事，但我从不觉得自己像现在这么疯，竟然答应在1天之内进行6场拜访。要知道，我连应付1场拜访都需要整整1个星期来恢复呢。但是你答应了，我们说好了的。我完成了你要求的贝斯的炭笔画像，作为交换，你陪我回访我们的邻居。我答应过，如果天气好，我就陪你去。我像夏洛克一样遵守我的诺言。乔说，他这里指的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里的角色。但是，我看到东边有云，所以我不去。别找借口了，今天天气很好，没有下雨的迹象。你总是自夸从不食言，所以遵守你的诺言，来尽你的责任。之后，我会让你安静6个月。这时，乔正专心致志地做一件衣服，他是家里的裁缝，并为此感到自豪，认为自己使唤针线活像使唤笔杆一样灵巧。要在炎热的7月天放下手头正在准备的裁剪样板，打扮一番出门拜访，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挑衅。他讨厌这种应酬性的拜访，而且从未做过。直到艾米用那个所谓的协议勒索，或者说承诺把他逼到墙角。事已至此，他已无路可逃。他用力地合上剪刀，将所有的不满都倾注在那金属的碰撞声中，同时嘴里嘀咕着暴风雨要来了。他把活计推到一边，无可奈何地拿起帽子和手套，告诉艾米，他的牺牲品已经准备好了。乔马奇，你真是固执的，连圣人都会失去耐心。我想你不会打算穿着这样去拜访吧？艾米困惑地看着他，说道。为什么不呢？我穿着干净、休闲、舒服的衣服，我觉得这是在热天里走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最合适的装束。如果人们对我的衣服比对我本人更感兴趣，那我根本不想见他们。你可以代表我们俩打扮，而且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觉得那样值得，但我可不觉得，而且我不喜欢打扮。天啊！艾米叹了口气。现在你又打算跟我作对，浪费我的时间来说服你打扮。别以为我喜欢花1天的时间去看人，但是我们家欠邻居一份社交情面，这需要你和我来偿还。听着，乔，如果你穿戴整齐，帮我完成这件事，我会为你做任何事。当你愿意的时候，你说的那么得体，看起来那么有气质，举止那么有礼貌，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我一个人去会觉得不好意思，请陪我去，照顾我。你可真会说话，懂得用奉承话和各种理由来说服一个爱抱怨的姐姐。竟然说我可以有贵族气质和礼貌的举止，而且你一个人去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哪个想法更荒谬。好吧，既然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就去，尽我所能。不过，这次出行你是指挥，我只管盲目的听从你的命令。你觉得怎么样？乔说，他突然从一个固执的人变成了一只听话的小羊。你真是个天使。去打扮一下，我会告诉你在每家应该怎么做，这样你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希望人们喜欢你，如果你努力让自己更会社交一些，就能做到。梳一个漂亮的发型，在帽子上戴一朵玫瑰，它会增加一点色彩，让你衣服那种严肃的感觉缓和一些。戴上浅色的手套和绣花手帕。我们会经过梅格家，请他借给我一把白色的阳伞，这样你就可以用我的灰色阳伞了。
艾米在她姐姐打扮的时候，不停地给她指示，尽管乔完全按照她说的去做，但她还是不停地抱怨。当她穿上新的蝉翼纱裙子时，她叹了口气；当她用完美的蝴蝶结系好她的帽子时，她皱起了眉头；当她整理好她的领子时，她跟别针公开较劲；当她抖动手帕时，手帕上的绣花让她鼻子发痒，就像这次差事让她心里别扭一样。她做了个鬼脸，最后再把她的手费力地塞进一双有2个纽扣和1根流苏的窄手套，这可是优雅的极致表现。之后，她转向艾米，带着傻气的表情和顺从的声音宣告：“我感觉糟透了，但如果你觉得我还算像样，我就可以瞑目了。你看起来很好，转过身来，让我再看你一眼。”乔听话地转过身，艾米做了最后的修饰，最后稍微歪着头，高兴地说：“是的，可以了。发型很完美，戴着玫瑰的白色帽子，简直太迷人了。肩膀向后挺，手放好，不管手套让你多么不舒服。你真会披肩，我就不行。真高兴看到你，我很高兴诺顿太太送给你这个。它很简单，但很漂亮。披肩在你手臂上形成的折剪真的很漂亮。告诉我，我的披肩歪了吗？如果我稍微提起我的裙子，看起来好吗？我喜欢我的靴子露出来，因为我的脚很好看，虽然我的鼻子不好看。你整个人都是一个美人，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乔说着，熟练地整理了她妹妹金色头发上的蓝色羽毛。请问，小姐，我是该让我的好裙子在地上拖着沾灰呢，还是可以提起来？走路时提着它，在屋里时放下它。长裙更适合你，你应该学会轻松自如地拖着裙子的后摆。你少扣了一个手套的扣子，现在就扣上。如果你不注意细节，你永远不会完全得体，因为整体的优雅取决于这些细节。乔叹了口气，扣上了手套。这样，他们俩终于准备好了，出发了。汉娜从楼上的窗户往外看，看到他们走了，心想他们俩看起来都像公主。好吧，亲爱的乔，切斯特家的人非常优雅，所以你必须举止得体，不要说不合时宜的话，也不要说任何奇怪的话，好吗？表现得平静，有点冷淡和安静，因为这种态度除了很女性化之外，还可以避免我们惹麻烦。我相信你可以这样表现15分钟。艾米说，当他们接近第一家时，梅格借给了他们白色的阳伞，并一手抱着一个孩子，打量着他们。让我们看看，平静、有点冷淡和安静。是的，我想我可以做到。我曾经在一部戏里扮演过一个矫揉造作的女人，我会试着记住那个角色。我是一位很好的演员，你会看到的。所以，亲爱的，放松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艾米松了一口气，但顽皮的乔却把他的指示执行得太过火了。在第一次拜访中，她坐姿完美，裙子的褶皱摆放得十分优雅。她表现得像夏天的海一样平静，像雪一样冷，比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还要沉默。当切斯特太太提到她那本迷人的小说时，没有得到回应。女儿们尝试了各种话题，聚会、野餐、歌剧和时尚，除了乔的微笑、点头或简单的是或不是之外，什么也没得到。艾米用眼神示意他说话，并偷偷地踢了他，但都无济于事。乔始终保持着僵硬的仪态，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显得疏远而毫无表情。马奇家的大女儿多么傲慢和无聊啊！不幸的是，他们刚关上门，就听到其中一个女儿这样议论。乔在穿过大厅时偷偷笑了笑。
但艾米对发生的事情很不高兴，并且有充分的理由将这次拜访的失败归咎于乔。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让你举止得体和有礼貌，你却偏偏变成了一块石头。在兰姆家，请尽量热情一点，像所有女孩一样聊聊八卦，谈谈衣服、调情和所有能想到的小事。她们是上流社会的女孩，值得和她们好好相处。我不希望你给她们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会很热情，我会笑，我会聊八卦，我会对他们说的任何傻事感到惊讶或佩服。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现在我将扮演迷人的年轻女子，我知道怎么做，我会以梅切斯特为榜样。你会看到兰姆一家评论说，这个乔马奇是多么令人愉快和有趣的女孩啊！引号。她的妹妹并没有因此而放心，因为当乔开始胡闹时，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当艾米看到他走进房间，热情地向所有女孩打招呼和亲吻，优雅地向一位年轻的绅士微笑，并热情地加入谈话时，艾米的表情真是难以形容。兰姆太太去找艾米，她是她最喜欢的，并让她听一个关于卢克雷奇亚最近一次生病的长篇抱怨。同时，3个迷人的年轻人站在附近，等着这位女士说完话，好来解救这位年轻女子。从她所在的地方，艾米无法看到乔。乔似乎正要犯错，而且说话像女主人一样流畅和肤浅。几个人聚集在她周围，艾米竖起耳朵，希望能听到她在说什么。她听到的话让她感到不安。那些年轻人睁大的眼睛和举起的手让她很好奇。她妹妹引得大家发出的笑声让她也想参与其中。很容易想象可怜的艾米听到以下对话时是多么痛苦。她骑马骑得很好。谁教她的？没有人。她在一棵老树的树枝上练习骑马，用的是马鞍和缰绳。现在她什么都能骑，而且什么也不怕。马厩的马夫用很少的钱就让他把马带走，因为他能把马驯服，让女士们可以骑。他非常喜欢这样做，所以我总是告诉他，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驯马来赚钱。听到这些话，艾米很难控制自己，因为她的妹妹把她说成一个大胆的年轻女子，这是她最害怕的事情。但是她能做什么呢？女主人还在告诉她她的悲伤。在她能离开之前，乔又开始了，说了新的秘密，并用他的不小心伤害了她的感情，让她更加难受。是的，那天艾米很着急，因为所有好的马都被骑走了，马厩里只剩下3匹，一匹是瘸子，另一匹是瞎子，最后一匹是如此固执，以至于没有人能让他动。他选择了哪一个？一位绅士笑着问道。他对这个故事感到很有趣。没有一个。他们告诉他，在河对岸的农场里有一匹年轻的马，从来没有女士骑过。他决定试试运气，因为它是一种美丽而有力量的动物。多么激烈的较量啊！首先，没有人可以给他带马，所以他不得不自己去取。他头顶着马鞍，穿过河流，一直走到马厩。当农夫看到他进来时，他惊呆了。他最终骑上马了吗？当然，他玩得很开心。我担心他会受伤地回到家，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他，玩得很开心。这才叫勇敢呢。年轻的兰姆评论道。他赞许地看着艾米，想知道他的母亲在告诉他什么，以至于这位年轻女子如此脸红，看起来如此不自在。过了一会儿，艾米变得更加脸红，感觉更加不自在，因为谈话转向了服装的话题。一个女孩问乔，
他在野餐时戴的帽子是在哪里买的，而愚蠢的乔没有说2年前买它的地方，而是用一种不合时宜的坦率回答说，这是艾米做的，因为我们买不起印有如此精致图案的帽子，艾米就给我们画。有一个艺术家妹妹是很有趣的。多么有创意的想法啊！兰姆小姐说，她觉得乔非常有趣。这没什么，她做得更好。事实上，没有什么她做不到的。有一次，她想要一双蓝色的靴子去参加萨利举办的派对，她毫不犹豫地把她的一双靴子涂成了漂亮的蓝色。看到它们，任何人都会觉得它们是缎子的。乔继续说道。他为他妹妹的技能感到骄傲，这种骄傲让艾米绝望到想要向他扔东西。有一天，我们读了你的一篇故事，我们非常喜欢它。兰姆家的大女儿评论道，她想赞扬这位年轻的作家，但说实话，她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当有人提到他的作品时，乔的反应不好，他变得僵硬，看起来受到了冒犯，或者像那次一样。他用一句不得体的评论转移了话题。我很遗憾，你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读。我写那些垃圾是因为他们卖得好，而且普通人非常喜欢他们。你今年冬天会去纽约吗？考虑到兰姆小姐很喜欢读这篇故事，这条评论既不合适也不让人高兴。乔立刻意识到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害怕再犯错，他突然想起他们必须走了，然后匆忙地离开了，让他的同伴们话还没说完。艾米，我们必须走了。再见，亲爱的各位，欢迎来拜访我们，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到来。兰姆先生，我不敢邀请你，但是如果你陪他们来，我们也会非常欢迎。乔模仿梅切斯特那种装腔作势的语调说出这些话。艾米匆忙地离开了房间，无法再忍受想笑和想尖叫的冲动。进展顺利，你不觉得吗？乔满意地问道。当他们离开房子时，不可能更糟了，艾米严厉地回答道。你脑子进水了吗？讲那些马鞍、帽子、靴子和其他所有东西的故事。怎么了？这很有趣，人们觉得很有意思。他们知道我们很穷，所以没有必要假装我们有马夫，每个季节买3、4顶帽子，或者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轻松地买到一切。但是没有必要说我们的窘况，并如此程度地暴露我们的贫困。你没有一点尊严。而且你永远学不会说话要分寸，艾米绝望地说。可怜的乔沮丧地用那块又硬又糙的手帕擦了擦鼻子，好像要惩罚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似的。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当他们接近第3家时，他问道。随便你，我不管了，艾米没好气地回答道。那么我会很自然的，孩子们会在家，所以我可以放松一下。上帝知道，我需要换换心情。试图变得优雅让我感觉很糟糕。乔生气地回答道，他显然对让他的妹妹失望感到不安。年轻的女士们受到了3个男孩和几个孩子的热烈欢迎，所以他们的心情立刻好转了。艾米开始和都铎先生聊天，他的妻子当时正在另一家拜访，乔则招待了年幼的孩子。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改变。他饶有兴致地听着他们在大学的经历，摸了几只贵宾犬，也没有抗议。他同意汤姆·布朗是个很棒的家伙，虽然这种表达方式不优雅。当一个孩子说他想给他看他的乌龟的家时，他立刻答应了，这让刚到的母亲笑了。这位母亲立刻被孩子们热情的拥抱弄乱了头发。
这种发型是他用任何法国顶尖发型师的作品都不会换的。艾米把她的妹妹留给了她的命运，并专注于她自己的快乐。都铎先生的叔叔娶了一位英国女士，是一位勋爵的远房表亲，这使得艾米非常尊重这个家庭。因为虽然她是一位美国人，但这位年轻的女子对贵族头衔怀有许多新世界公民都有的那种钦佩，一种对国王不言而喻的忠诚。这使得地球上最民主的国家在几年前接待一位金发的年轻皇室成员来访时激动不已。这无疑反映了这个年轻国家对旧有参照物的喜爱。这种爱类似于一个成年儿子对一位专横的母亲的爱。这位母亲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把他留在身边，当他反抗时，最终毫无怨言地让他离开。但是，即使与一位英国贵族的远房亲戚交谈的满足感，也没有让艾米忘记时间。所以，在经过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后，他告别了他高贵的谈话者，然后去找乔，热切地祈祷他那不守规矩的妹妹没有做任何玷污马奇家族名声的事情。事实是，情况可能会更糟，但艾米认为这件事已经够糟糕的了。乔坐在草地上，周围都是孩子们。一只爪子脏兮兮的狗坐在他节日礼服的裙子上，讲述着牢里的恶作剧，让那些听他讲话的人感到高兴。一个孩子在艾米珍贵的阳伞里推着一些乌龟，另一个孩子在乔最好的帽子上吃着姜饼，第三个孩子把他的手套扔到空中，好像他们是一个球。但是每个人都很开心。当乔拿起他破旧的东西时，他们一直跟着他到门口，并恳求他尽快回来，告诉他们牢里的其他恶作剧。这些孩子很棒，不是吗？和他们在一起后，我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乔说，他双手背在身后走路，部分是因为习惯，部分是为了不让他的妹妹看到阳伞上的污渍。你为什么总是躲着年轻的都铎先生？艾米问道。他体贴地没有评论他妹妹那糟糕的形象。我不喜欢他。他自以为是，嘲笑他的姐妹，让他的父亲头疼，而且不尊重他的母亲。老李说他是个轻浮的人，而且我不认为他值得成为我的朋友，所以我让他一个人待着。至少尽量有礼貌地对待他。你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冷淡态度向他打招呼，但你现在却对只是店主儿子的汤米·张伯伦露出灿烂的笑容。最好反过来，对前者微笑，对后者远远地打个招呼。我不会那样做的，乔固执地回答道。年轻的都铎先生没有让我觉得同情、尊重或佩服，不管他祖父的叔叔的侄女是不是勋爵的远房表亲。汤米很穷，而且很害羞，善良而聪明。我对他评价很高，而且我不介意说出来，因为即使他很谦虚，我也认为他是一位绅士。和你争论没有用，艾米说。是的，亲爱的，乔断然说道。所以让我们摆出好脸色，在金家留下名片。很明显他们不在。我非常感谢老天爷。一旦家庭的名片家完成了他的使命，年轻的女士们就前往下一家，在那里乔有机会再次表示感谢，因为他们被告知这些女孩很忙，无法接待他们。现在，请回家吧。我们以后再去拜访马奇姑妈。我们可以随时去看她。而且我们继续让我们最好的衣服沾上灰尘是很可惜的。而且我们很累，而且心情不好。那是你自己。姑妈喜欢我们穿得好，进行正式的拜访。这对我们来说花不了多少功夫，而且对她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满足。而且，说实话，我不认为你的衣服会比允许脏狗和顽皮的孩子
爬到你的裙子上之后更脏，弯下腰来，让我抖掉你帽子上的面包屑。你真是个好女孩，艾米，乔说。他后悔地看着她损坏的衣服，然后看着她妹妹干净的衣服。我真希望我能像你一样轻松地为别人做小事。我考虑过，但我认为这会占用我太多的时间，而且我总是更喜欢等待能够做一个大的帮助，以弥补我没有做的小事。但我认为小细节更受欢迎。艾米笑了笑，被她妹妹的话语所安慰，然后用慈母般的语气说：女人必须学会变得让人喜欢，尤其是我们这些穷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方式来回报别人对我们所做的好事。如果你记住这一点并去做，每个人都会比我更爱你，因为你有很多东西可以给别人。我是一个爱抱怨的老太婆，而且我不认为我会停止抱怨。但我明白你是对的。只是对我来说，为某人冒生命危险比对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友善更容易。有如此深刻的感情，是一种不幸，你不觉得吗？真正糟糕的是无法隐藏它们。我对年轻的多铎先生的厌恶和你一样，但我没有必要让他注意到。你也不应该，因为他也很令人不快，而变得令人不快是没有意义的。但我认为，一个年轻的女子应该明确表示她不喜欢一个男孩。如果不是通过他对她的态度，她又怎么会注意到呢？试图通过说话来改变人们是行不通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一直在努力改变泰迪，但有时一个姿势更能说服人。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泰迪是一个非常好的男孩，不能把他作为榜样。艾米用如此庄严的语气说，以至于那个非常好的男孩听到他的话会笑得前仰后合。如果我们是非常美丽或地位很高的女人，也许我们可以影响别人，但是我们因为不赞成一位年轻绅士的行为，而对他皱眉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只会让我们被认为是古怪的或清教徒式的。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接受我们讨厌的事物和人，因为我们不是美人或百万富翁。多么好的道德观啊！我不是说我同意，但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而且那些逆流而上的人，只会让别人嘲笑他们的不幸。我不喜欢改革者，我希望你不要打算成为其中之一。但我喜欢他们，而且我很乐意加入他们。如果我可以的话，因为不管别人怎么嘲笑，没有他们的帮助，世界就不会进步。我们无法达成一致，因为你属于旧派，而我属于新派。你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东西，但我会过上更充实的生活，而且我确信我会比你更享受。好吧，现在请表现得好一点，不要用你那些现代的想法来打扰姑妈。我会尽力的，但是当我看到她时，我很难控制住发表革命性演说的愿望。这是我的命运，我无法避免。在里面，他们发现卡罗尔姑妈正在和老妇人热烈的聊天。当他们看到他们到来时，这些女人立刻安静了下来，并互相看了一眼，这表明他们正在谈论他们。乔心情不好，无法掩饰他的不舒服，但艾米已经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她的职责，没有失去冷静，而且一直表现得像个天使。她的善良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她的两位姑妈都非常喜欢她。而且，当她离开后，他们一致认为这位年轻的女子一天比一天好。你会帮助参加集市吗，亲爱的？当艾米带着老年人非常喜欢的那种亲近感坐在她旁边时，卡罗尔姑妈问道。是的哦，姑妈，切斯特太太让我这样做，而且我已经主动提出要照看一个摊位，
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付出，只能付出我的时间。我可不干，乔插话说，我无法忍受被别人居高临下地对待，而且切斯特一家人表现的就好像他们让我们参加他们优雅的集市，是对我们莫大的恩惠。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答应，艾米。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让你为他们工作。我不介意工作，而且这不仅仅是切斯特一家的事，弗里德曼家也参与其中。我认为他们邀请我与他们分享乐趣和工作是非常友好的。善意的居高临下并不会让我感到不舒服。回答得好，亲爱的。我非常喜欢你心存感激，帮助那些重视我们为他们所做努力的人是一种乐趣。有些人没有充分的体会到这一点，而且这是一种真正的遗憾。马奇姑妈一边透过她的眼镜看着乔，一边评论道。乔在角落里摇晃着，表情闷闷不乐。如果乔知道这次拜访对其中一个人的幸福有多么重要，他当时就会表现得很好。但是，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看到我们的朋友们脑海中在想什么。通常不知道是件好事，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并避免我们白白地生气。乔接下来所说的话让他失去几年的快乐，并给了他一个非常及时的教训，那就是说话要谨慎。我不喜欢别人帮我，这让我感到不知所措，而且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奴隶。我宁愿自己做事，而且完全独立。卡罗尔姑妈清了清嗓子，看着马奇姑妈。乔幸运地不知道他刚刚做了什么，他仍然高傲地坐着，他的叛逆表情对其他人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亲爱的，你会说法语吗？卡罗尔姑妈问道。她把她的手放在艾米的手上。说得很好，多亏了姑妈允许埃斯特经常用她的语言和我说话。艾米回答说，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感激之情，这让老妇人满意的笑了笑。你的语言学得怎么样？卡罗尔姑妈问乔。我一种也不会说，我太笨了，学不会。我讨厌法语，我觉得这是一种俗气而可笑的语言。乔粗鲁地回答道。两位姑妈再次交换了一个眼神。之后，马奇姑妈问艾米：“亲爱的，你很强壮，而且身体很好，对吗？你的视力不再有问题了吗？”“没有，谢谢。我感觉很好，而且我希望今年冬天做很多事情，以便在我有可能的时候准备好去罗马。”“好孩子，你值得去，而且我确信你有一天会实现的。”马奇姑妈说。当艾米把掉在地上的毛线球递给她时，她赞许地拍了拍她的头。爱抱怨的老太婆，锁上门，坐在火炉旁，纺纱去吧。波利咯咯地笑着，从她的漆木上俯视着乔的脸，那样子滑稽又无礼，没人能忍住不笑出来。多么会观察的鸟啊！老妇人评论道。你想出去散步吗，亲爱的？波利继续说道。他跳到放着瓷器餐具的餐具柜上，然后高兴地看着糖块。谢谢，我会的。来吧，艾米。就这样，乔结束了这次拜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拜访对他不利。他像个男人一样和他的姑妈们握手，而艾米则亲吻了他们俩。年轻的女子们离开了房子，在那里她们留下了两种不同的印象，光明和黑暗。一旦她们离开，这些印象就让马奇姑妈评论说：“继续吧，玛丽，我会出钱的。只要父母允许，我就会这样做。”卡罗尔姑妈回答说。